小樱桃树上的樱桃开始逐渐变红，到了可以陆续采摘的时候。其实樱桃可以等个头更大一些，颜色更深一点的时候再来采摘，味道会更加甜美。无奈各种小动物们早已不请自到，它们包括各种小鸟、乌鸦、松鼠、蚂蚁，还有田鼠。尤其是小鸟糟蹋的最多，我又不想用网子罩住，所以只能提前一点时间收获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并不是如何摘樱桃，而是我们在种植果树中常常遇到的大小年的问题。以前听老人讲，果树都有大小年的，就是结果一年多一年少。果树的大小年，无论是对农业生产还是家庭种植，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。我们希望每一年果树都能够稳定高产。有若干个原因会造成果树的大小年，比如品种的原因、管理的问题、自然环境的突变等。然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果树的营养分配不均。大家都知道，每到秋天落叶以后，果树就要开始积聚营养，孕育花芽，以备来年继续开花结果。可当年如果结果太多，营养大部分都转移到果实上边去了，这样果树的枝条相对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，无法孕育出足够的花芽。花芽一旦减少，第二年的结果量也会跟着下降。反之亦然，小年因为结果少，树干就积聚了足够的营养，促进了花芽的发育，下一年就又是一个丰果的大年。如果你没有在意，并且没有采取措施防范，那么大小年的情况就会反反复复、周而复始的下去。今年果满枝，明年望星空。那么如何有效地避免大小年的发生？其实家庭种植也很简单，只要在果树大年的时候注意这3个方面就可以了。第一，就是要疏花疏果，大年的时候就要加大疏花疏果的力度，形态不好的果实一律不留，从整体上把果实的数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。第二，就是在果树大年的秋天加强水肥管理，我们施撒一次足量的越冬肥，以便让果树在来年开春前能够提早积蓄养分。最后一点，就是在大年的秋冬，我们还要适当的种剪枝条，以便减少花芽的整体数量，提高单簇花芽的品质，这样就会有效地缩小大小年果实数量的差距。这棵小樱桃树是红樱桃的品种，个头不大，酸甜适中。以前家中那棵是黑樱桃品种，个头虽大，但甜度太高，不能多吃。